我是萧家别墅中的私厨，而我的老板身价1000亿，冷若冰霜。没想到家宴那天，家里闯进一个少年，非说自己是穿越来的，对着我的老板大喊爸，对着我喊妈。我以为我要被开除了，结果老板递给我一份合同，结婚，每月500万。就这样，我居然成了萧总的合约老婆。我叫沈璐，在萧总家工作2年了，和他说过的话不超过3句。今天是他爸妈来吃饭的日子，我做了一桌子菜，正准备收拾完就溜。林渊，妈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李阿姨家的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了，我和你爸见过，挺好的姑娘，你什么时候有空见一面？相亲，萧总也要被催婚啊？有钱人的烦恼。不近，你都32了还不着急？你王叔叔家孙子都上幼儿园了。我有喜欢的人。老板有喜欢的人？那个杀伐果断、生人勿近的萧总还搞暗恋这套？谁啊？哪家的姑娘？怎么没听你说过？他不知道我喜欢他，很多年了。什么样的姑娘？有没有照片？她做饭很好吃，心地善良，活泼开朗。做饭很好吃，能被萧总看上，估计是个特别优秀的姑娘吧，搞不好是什么米其林大厨之类的。那姑娘叫什么？住哪儿？妈帮你上门提亲。不用。还不让帮忙，非要自己来。小沈啊，菜做的真不错，辛苦你了。太太客气了，应该的。站住！爸，你追了妈10年还没追上，我都要中考了。妈，你在哪儿？沈璐，我妈呢？她该不会是在喊我吧？妈，我可找到你了！你谁啊你？别乱喊！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，什么时候生过儿子？5年后生的呀。妈，你别不好意思，我爸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。爸，谁是你爸？爸，你保险柜密码是1231，我妈送给你的那个破饭盒都发霉了，你还留着，你倒是追啊！老萧，这孩子叫他爸，又管小沈叫妈，那岂不是说孙子？我们有孙子了？先别激动，可能是认错了。你没看他那眉眼，跟林渊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保安，把这个小孩请出去。妈，你相信我爸他真的超爱你，你给他一个机会。爷爷奶奶，你们管管我爸，我是你们大孙子。别拖，轻点儿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明天我肯定被开除了。来，露露，庆祝你喜提热搜，萧总的绯闻女友。小何，你就别挖苦我了，我明天肯定被开除了。虽然萧总是可怕了一点，但给的工资高啊，看起来我当饭店小老板的梦想泡汤了。不过那个男孩到底是谁啊？他怎么知道老板保险柜密码？我怎么知道？我都怀疑是不是何放找人来整我的。何放？对了，他人呢？不是说要来接你下班吗？他到现在都没回消息，说是出差了。妈，原来你在这儿吃烧烤呢，我也饿了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妈，我就想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相信我爸是真心爱你？他为了你，连那个破饭盒都留了10年。又来了，你再喊我妈，我就……你将来真的会是我妈。你那个男朋友何放，他马上就要……停！你认识何放？妈，有些事儿你现在不信，但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妈，你轻点，我让你喊！暴力家暴，我要报警！滚！再跟着我揍死你！妈，你将来会后悔的。等你知道我爸有多好的时
出来的。露露，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才，何放跟你说他出差了，对吧？出差？他出的是这种差？露露，你别难过。地址给我。露露，有些事我得亲眼看了才能死心。爸，你找我啊？谁是你爸？你怎么知道我保险柜密码的？我从10年后穿越回来的。你密码是我妈生日1231，饭盒是我妈高中时给你的，你一直留着。我还知道你其实不吃辣，但我妈做饭喜欢放辣椒，你每次都吃个底朝天，然后再狂喝2斤水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书房那个饮水机每天晚上都要换1桶水。还有，你根本不需要私厨，你一个身价1000亿的总裁，家里缺个做饭的？你以前不都是叫外卖吗？还不是因为你是看到我妈在餐厅打工被老板骂，心疼，特意让助理挖过来的。你到底是谁？爸，我回来是为了救我妈，她男朋友何放出轨了，就在今晚。你说什么？他现在在城东蓝湾酒店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我妈还傻乎乎的以为他在出差。爸，你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。爸，你去了之后能不能别打人？毕竟是我未来母亲的前男友。闭嘴！爸，你去了之后能不能别打人？毕竟是我未来母亲的前男友。闭嘴！雨薇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冲个澡。快点啊！露露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你在出差吗？这几年你吃我的住我的，现在给我来这套！你听我解释，雨薇她只是我客户。客户？何放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露露，你冷静一下，不是那样的。何放，我做饭的时候最讨厌发霉的砧板，因为它看着还能用，其实细菌都渗进去了，早就烂透了。何放，从现在起，你跟我没有1毛钱关系。你的东西明天之前从我出租屋拿走，不然我全扔垃圾桶。咱俩1刀2断，分手。沈露，你冷静点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3年的感情，你说断就断。你放手！我不放，你今天不原谅我，我就不放。谁呀你？肖总。肖总，您怎么？啊！我来接我的女朋友。他刚才说什么？女朋友？沈露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是在萧凌渊家当厨子吗？什么时候攀上他的？你个骗子！对了，你欠沈露的积蓄，3天之内导到他卡上，否则我的私人律师会亲自来找你。昨晚肖总把我从酒店带走后，一句话没说就送我回了家。今天肯定是我最后一天来上班了，完了，天要亡我。2年了，我在这做了700多顿饭，这些餐具比何放那个渣男对我都好，至少他们不会出轨。小叨叨，你跟了我2年，切过3700根葱，剁过500斤排骨。今天姐姐可能就要走了，也不知道下一个厨子会不会对你们温柔。小橄榄，你是意大利来的，见过世面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可别被那些不懂行的厨子糟蹋了，他们可能拿你去炒大白菜。小蛋蛋，你虽然是个不锈钢的，但你有一颗柔软的内心，每次我打奶油的时候，你都转得那么卖力。你在干什么？
肖总，早上好。我在做打蛋器的日常保养。完了，他什么都看到了。我现在不只要被开除，还要被送去精神病院。到客厅来。坐。肖总，昨晚的事我可以解释，那个男孩我不认识。他叫萧晨，我查过了，没查到这个人。我就说嘛，您这么一表人才，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？他说他也是你儿子。不可能，我没生过孩子，我才20多岁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那么大的儿子？所以只有一个解释，他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。肖总是不是疯了？算了，先不管儿子的事，我主动认错，说不定还有救。肖总，我知道昨天的宴会出了很大的乱子，给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我愿意承担责任。辞职信我已经写好了。谁说让你辞职了？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协议结婚，期限1年，每月500万，对外不公开，只有我们双方和萧晨知道。500万，每月500万。肖总，你是不是被那个小孩洗脑了？我做饭还行，其他的我啥也不会啊。你好不好，我说了算。为什么是我？就因为他喊了我一声妈？如果我不跟你结婚，他就不回去读书，天天来公司闹。我不想上头条，而且你刚被甩了，不是吗？我也是一个人，家里催婚催得紧，各取所需。他说的没错，何况那个渣男，我3年的感情就是个笑话，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500万一个月，够我开10家小餐馆了。钱哪里？对了，肖总，协议结婚的话，我们需要住在一起吗？搬到我隔壁的主卧套房。什么？萧晨已经住进隔壁客房了，他说要监督我们培养感情。他凭什么住你家？他说这也是他家。算了，500万一个月，为了我的小餐馆，老娘豁出去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光是萧家的厨子，还是萧总名义上的老婆。这个世界一定是疯了。这就是主卧，也太大了。等等，萧总说他住隔壁，那我的房间应该就是这间。那他的房间是哪间？这应该是衣柜吧？这么大的房间，衣柜肯定也大。妈，你终于搬进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你怎么从衣柜里出来了？这不是衣柜，这是通往我爸房间的门。你们2个房间是相通的。为什么2个房间是通的？我爸买的房子，他说这叫套房设计，主卧和次卧之间有个连接门，以前一直锁着的，昨天他让我找人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妈，认命吧。我爸追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住进来了，他怎么可能让你跑掉？你再说一遍我是你妈，我现在就让你没妈！妈，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要学会接受爱情。爱情？这是爱情吗？这是金钱交易，500万一个月。对，就是为了我开小饭店赚的启动资金。没事没事，关着就行，他应该已经睡了。500万开餐馆，500万开餐馆，500万开餐馆。你，这门是你开的？我没开，他自己开的。锁坏了，明天让管家来修。那你回去啊。打不开，
卡住了。你干什么？睡觉，床够大，我不会碰你。合同里写了。合同里有这条吗？我好像没仔细看。他就这么睡了？这么大的别墅就没有别的房间了吗？为什么要睡我床上？不对，这不是我的床，这是他的床。不对，这是他的房子。开餐馆，500万开餐馆，500万开餐馆。昨晚一夜没睡，他在我旁边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我瞪了他一整夜。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今天中午公司有事，你做好饭送到公司来，带上身份证。带身份证？送饭为什么要带身份证？他又在打什么主意？这就是萧林渊的公司吗？怎么这么多人？萧家真是家大业大，怪不得一个月能给我500万。你好，我是来给萧总送饭的。萧总，有位您贵姓？沈。萧总，有位沈小姐说是来送饭的。好的，沈小姐，萧总说让您直接上去，38楼，电梯直达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萧总昨天求婚了。求婚？和谁？不知道，今天全公司都炸了，大家都在猜是谁拿下萧总的。来了。萧总，今天的午餐是糖醋里脊、干炸虾仁和丝瓜汤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民政局。什么？合同上写的是协议结婚，领证是必须的，做戏做全套。可是你昨天没说要领证啊。合同第2页第3行，双方需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我没看到那一行。现在知道了。走吧，车在楼下。500万，我签的到底是什么合同啊？真的领了，就这么成了已婚妇女。我现在是萧林月的合法妻子，虽然只是合同上的。别有压力。合同而已，还好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跟我八竿子打不着。不谈感情最好，谁都不能影响我拿钱开店。下次拍照要让他站近一点。你们知道吗？萧总结婚了。听说了，萧总上午请了半天假，就是去领证的。跟谁啊？从来没听说过萧总有女朋友。别瞎猜了，萧总的事儿少打听。你们在说萧总结婚了？苏小姐，领证了，我看看。不给，妈，你脸色好差。别乱叫，我跟你爸是假结婚，证都领了，假的也是真的。你懂什么？你真的是我妈？我连男朋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你这么大的儿子？你爸信你是穿越的，我不信。唉，妈，你真的是我亲妈。你左边肩膀上有一颗痣，你睡觉喜欢往右边滚，你吃草莓不洗，因为你觉得草莓洗了就不好吃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吃草莓不洗？我说了，我是你儿子。他说的这些只有我妈知道，可是不可能啊！就算你是穿越的，你也不是我儿子，我还没生呢。但你会生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唉，小沈啊，妈来看你了，不对，我来看晨晨的。
这孩子越看越像林渊小时候。老肖，你看这鼻子，这眼睛，像。爷爷奶奶好。哎，好孩子。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接受了？太太，你们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我偷偷拿了林渊和这孩子的头发去做了亲子鉴定，昨天出的结果99.99%是亲生父子。小沈啊，你就是我们萧家的儿媳妇，这孩子管你叫妈，那肯定错不了。不是，太太，我真的没生过。妈，别挣扎了，你逃不掉的。这个世界一定是疯了，全家都疯了。你说什么？你领证了？和肖总？合同结婚，假的，协议1年。假的也是结婚证啊！我的天，露露你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！变什么凤凰？我还是厨子，每天照样做饭。那你现在住他家里？住主卧。主卧？你们不是，他住隔壁，2个房间是通的。通的？你别瞎想，什么都没发生。行，什么都没发生。那你那个儿子呢？别提了，他天天喊我妈，我都要疯了。露露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他真是你儿子？连小何都疯了。奶奶，我都16了，不是8岁，在奶奶眼里，你永远是小宝贝。16岁还小宝贝。小沈啊，你也要多吃点，你看你瘦的，将来还要生2胎呢。二胎？对啊，晨晨是老大，怎么也得再要一个吧，不怕养不起。奶奶，我妈生我的时候差点没命，你别逼她了。真的？小沈，那咱不生了，一个就够了。等等，生她的时候差点没命，这说明我将来真的会生她。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妈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就是萧林渊家里的厨子？我是。您是？我是苏曼，林渊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他不是说他是单身吗？苏小姐，萧总不在家，您改天再来吧。我不找他，我找你。找我？林渊领证了，和谁？完了，他来找我算账了。这个您得问萧总，我就是个做饭的，我查过了，他领证那天是和你一起去的民政局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哼，你以为你配得上他？你知道他身边围着的都是什么层次的女人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个做饭的。你还挺会自我安慰的。我在法国巴黎蓝带厨艺学院进修过3年，高级甜点师。林渊最喜欢吃我做的法式舒芙蕾。法国蓝带，萧总喜欢的人不会就是他吧？算了，关我什么事？他做他的舒芙蕾，我拿我的500万，合同到期我就开我的小餐馆，谁还管他喜欢谁？我和萧总结婚是他的决定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打工的？领了结婚证还是打工的？对，他给工资，我干活，包吃包住，还给交5险1金。你还挺有意思的，不过我不会放弃的。那您加油，我去看看汤炖好了没有。苏曼是高级甜点师，而且他和萧林渊从小一起长大，原来他就是萧总喜欢的人。他回来了，这么晚。妈，我爸喝醉了，快来帮忙！我没醉。每次喝醉都说没醉。硬的，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？客户惯的。爸是为了一个项目，要是成了，能赚好多亿。赚好多亿也不关我的事，我就是合同老婆。你去给萧总倒杯水。就知道使唤我，穿越回来还是当跑腿的。你干嘛？今天苏曼来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是你的未婚妻。不是，他妈以前想撮合我们，我没同意。她长得挺好看的，家世也好，做饭好吃，心地善良，活泼开朗。苏曼，她连盐和糖都分不清，上次非要来家里做什么法式舒芙蕾，差点把厨房炸了。等一下，难道他喜欢的人不是苏曼？
那你喜欢的人到底是谁？他不是我喜欢的人。你是在吃醋吗？谁吃醋了？我就是陈述事实。合同上没写你可以吃醋，合同上也没写你可以拉我的手啊。合同上也没写不可以亲你。水来了，爸，喝水。我去厨房看看冰箱还在不在。你故意的。爸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但我也是我妈的儿子。他现在清醒着呢，要是你喝醉了亲了他，他肯定要翻脸。爸，你没醉？闭嘴，扶我上楼。装醉？爸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招的？再说话，明天没收你手机。刚才差点就，他喝醉了，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对，喝醉了，明天他肯定不记得，我也不记得。他说他不喜欢苏曼，可是他为什么喝醉了要亲我呢？死脑子，别再想了。沈璐，别走，别走，沈璐。他喊我名字，他在梦里喊我名字。那个苏曼呢？他不是喜欢苏曼吗？难道他喜欢的人是我？不可能，他肯定是在说梦话。对，梦话不能信，我明天问问他。不行，太尴尬了。算了，睡觉。妈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很好。我爸昨晚喊你名字了，你听到了吗？没有，我睡得很死。妈，你耳朵红喽！你再胡说，暴力！我说的是事实。肖总喝醉了，醉狗的话不能信。还有，我跟你爸是合同关系，1年后我就走。1年后你走得了？你说什么？对了，妈，明天晚上你要参加同学会对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那个同学孙雅，明天肯定会找你麻烦。她嫁了个有钱老公，当阔太太了，最见不得你过得好。你最好带上我爸去。带他干嘛？我就是去聚个餐，吃个饭。孙雅爱说啥说啥，我不理她就完了。妈，你不知道她那个嘴。行了，我明天请个假，自己去。你爸那么忙，别拿这种小事烦他。妈，你心怎么这么大呢？肖总，明天晚上我请个假，同学会。几点？6点。知道了。爸，他说不带你去同学会，你看着办。吃你的饭。露露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在给人当保姆？保姆？我明明是私厨。孙雅，沈露现在是私厨，不是保姆，而且人家在……对，厨师。哦，还在给人做饭啊？我记得你以前在我亲戚家饭店打工的时候，天天被主厨骂，后来怎么走了？是被开除了吧？明明是他亲戚克扣工资，我辞职的。算了，不跟他计较。是我自己走的。对了，我老公是做建材生意的，1年几千万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露露，你还没结婚吧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？我老公有几个朋友，条件还不错，就是年纪大点儿，离过婚。孙雅，沈露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？戒指呢？完了，我哪来的戒指？忘带了。不会是编的吧？你要是真结婚了，连个钻戒都没有，你老公也真够寒酸的。哟，我当初就不该来。小陈说的对，这女人就是来找茬的。哦，是谁啊？这男的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好像在电视上见过。
你是她老公。肖总是腾越集团的总裁，身价1000亿，福布斯排行榜前20，去年刚捐了3所希望小学，你们没听说过吗？我操，真是腾越那个肖总。孙阿姨，您拿好，上面有肖总的私人电话，不过您别打，他一般不接陌生号码。老婆，我来接你。合同上也没写要在同学会演戏啊！这个肖林渊哪来的名片？他什么时候印的？妈，我爸昨晚让秘书加急印的，300张，够你发到明年同学会。上面还写了肖林渊及夫人沈洛，你俩名字并列的。还行，没你做的好吃。您怎么沈露他？戒指忘带了，我不是让你带着的吗？这又是搞哪出？带上，以后别摘了。这戒指哪来的？合同里没写啊。肖总，您和沈露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怎么没办婚礼？不需要办，我的婚礼只请想请的人。孙阿姨，您老公是做建材生意的吧？姓赵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他再过2年就要跟他的女秘书出轨了。那个女秘书姓周，您认识吗？你胡说！您回去查查他的手机就知道了。微信聊天记录，别只看最近1周，翻翻3个月前的。孙小姐，您亲戚家的酒楼上个月被腾远收购了，现在负责人是我。您回去告诉您亲戚，让他对员工好一点，别再克扣工资了。沈洛，你老公好帅啊！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露露，你怎么追到肖总的？快说说。是我追的他，我喜欢他很多年，现在终于和他在一起了。佩服，老板的演技还挺好，我都以为他真暗恋我10几年了。露露，你家肖总今天太帅了，还有那个戒指，真的假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戒指是真的，你戴着，别摘。这戒指是真的吗？这么大一颗，得多少钱？妈，你盯着戒指看了10分钟了，再看就要把钻石看出裂纹了。闭嘴！爸，我妈在回味你刚才说的话。萧晨，你别再叫我妈了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回去把你游戏机没收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你为什么想自己开餐馆？我有说过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你在萧家做私厨，工资不低，开餐馆风险大，为什么非开不行？因为有人说过，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打工，当不了老板。孙雅的亲戚家开了一家酒楼，我毕业那会儿去那里打工，不是当厨师，是打杂，什么都干。我那时候刚拿到厨师证，想在厨房里学点东西，但主厨不让，他说我一个女的掂不起大勺，老老实实端盘子就行了。然后呢？我每天下班之后偷偷练刀工，练颠勺。有一次被主厨撞见了，他当着后厨所有人的面把我练切的那堆土豆丝倒进垃圾桶。他说一个打杂的装什么大厨，有本事自己开餐馆当老板去，别在这儿浪费我的食材。我当时就怼回去了，我说等我开了餐馆，请你来当洗碗工。他答应了吗？他骂我神经病，但我是认真的。从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自己开一家小餐馆，不用多大，10几张桌子就行，菜单上写我自己的名字。10百千万10万百万500万，真的是500万！女士，请问您还需要办理其他业务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沈露，孙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取钱，昨晚的事对不起。孙雅跟我道歉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回去查了我老公的手机，他确实跟那个秘书有暧昧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办。那个，你不用谢我。你命好，嫁了萧凌渊。我当初在亲戚家饭店为难你，是我不对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你以后对自己好点，别光顾着攀比。500万到手了，现在可以开始找铺面了。我的小餐馆终于要开起来了。
萧晨，你知道城南那块有没有空铺面？我要开始找地方了。妈，你不用找，我爸早就……别提你爸，我要靠自己。这是我自己攒的钱，500万，一分没少。好吧，那你自己找。爸妈要自己找铺面，他说不要你帮忙。知道了。喂，城南那个铺面，把租金调低，降到现在市价的1/3，不要让他知道是我让的。租金便宜了，是你运气好，跟我没关系。萧晨，去开门。又是我。沈露在家吗？苏小姐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妈，她刚从法国回来，听说林渊结婚了，非要来看看。就这？林渊娶的就是你？什么叫就这？我怎么了？苏奶奶好，您从法国回来带鹅肝了吗？你叫谁奶奶？我有那么老吗？那叫苏阿姨。可是您比我妈大那么多，叫阿姨不太合适吧？妈，你管她叫妈？她是你妈？完了完了，萧晨这张嘴我怎么圆？我20多岁哪来这么大的儿子？这个苏太太，她是我侄子，对，侄子，我表哥家的孩子寄养在我这里的，他从小没妈，见谁都叫妈。对，姑姑，我错了，我嘴瓢了。那怎么管我叫奶奶？他刚看完一个电视剧，里面的小孩就管姑姑叫妈，他就学会了。青春期叛逆拦不住。沈露，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林渊娶你，我们全家都很意外。你知道的，我和林渊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两家是世交。苏小姐，萧总结婚是他的决定，我就是个做饭的，不参与管理层决策。做饭的，一个厨子也想当萧家女主人？苏奶奶，您女儿3年前在法国兰提毕业，回来自己经营了一家甜品店，去年亏损了200万，要不是萧家注资，早就倒闭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猜的，您猜我猜的准不准？这小孩到底知道多少事？这小子有点奇怪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林渊只是一时糊涂。他才是糊涂的那个。妈，你别理他。萧先生，萧太太，你们这是？小沈啊，我们搬来住几天，家里装修没地方住。萧家那么多房产，装修为什么要住这里？家里不是有4套空房子吗？那几套离你公司太远了，我们就住这儿，方便照顾你和小沈。不需要照顾。就这么定了，我们住楼下客房。对了，你们俩住一个房间还是2个房间？2个，爸住主卧，妈住隔壁套房。什么？夫妻分房睡？这像什么话？林渊，你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我们有自己的安排。不行不行，今晚开始你们住一个房间，那个隔壁套房我跟你爸住。太太真的不用。小沈啊，妈是过来人，新婚夫妻感情要靠培养的，分着分着就真的分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随你。随你？他说随你？他怎么不拒绝？我奶奶干得漂亮。真的要进去吗？要不我去跟萧太太说我想睡沙发？不行，她肯定会多想，合同上也没写要同床共枕啊。进来。萧总，那个我可以打地铺。床够大，你睡左边，我睡右边，中间放枕头。他什么时候放的枕头？原来他也不想跟我睡一起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行，好，就这么睡。包吃包住包钻戒，现在还要包同床，这签的是卖身契吧？别翻了，我睡不着。属羊。
属羊没用。那背菜单。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番茄炒蛋、京酱肉丝。不急，慢慢来。小沈啊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行。林渊有没有打呼噜？这个问题怎么回答？说他儿子睡相很好，太尴尬了。没有，肖总睡得很安静。那就好。我跟你说，林渊这孩子从小就闷，心里有事从来不跟人说。你要是觉得他哪里不好，你跟我说，我骂他。没有，肖总挺好的。小沈，妈问你一句话。您说。你喜欢林渊吗？喜欢？什么叫喜欢？他对我挺好的，给钱也大方，长得也好看，但这是喜欢吗？妈，我跟肖总是……你看看你，天天管他叫肖总，哪有老婆管自己老公叫总的？我跟你爸结婚30多年了，我管他叫老肖，叫孩儿他爹，叫死老头子，就是没叫过肖先生。你俩一看就不对劲儿。完了，露馅了！我就说叫肖总叫顺嘴了，改不过来，这下怎么圆？妈，我跟肖总是不是？我跟林渊是。妈是过来人，我看得出来。林渊看你的眼神不一样，他在你面前不是肖总，是肖林渊。他看我的眼神真的不一样吗？我不是催你，就是告诉你，林渊这孩子从小就不会表达，他心里装着事儿，嘴上从来不说，但是他是真放在他心尖上的。我喜欢肖总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肯定是同床睡迷糊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位置还可以，租金多少？1个月8000，押一付3。8000？这个地段正常要15000以上吧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就8000。我看你们是年轻人创业，支持一下。这也太便宜了吧？不会是有什么坑吧？水电都通吗？能办餐饮执照吗？都通。上家就是做餐饮的，执照你们自己办。露露，这也太划算了，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先签1年。我的小餐馆终于要开张了。肖总，合同签了，按您说的。知道了。爸，你刚才是不是笑了？没有。我看到了。你看错了。行。没笑，那我妈签铺面合同的事儿跟您没关系，铺面价格那么划算，跟您更没关系。她的事，她自己做主。对，她自己做主。就是有人偷偷打电话说差价我补，这人也太阔绰了吧！出去，别在这烦我。小沈，你这手艺开餐馆肯定火。比外面强。那当然，我妈可是吃饭。铺面找好了啊，找好了。在哪儿？城南路。那个地段不错，租金多少？8000。我让房东说1万，他怎么说8000？这老家伙。8000，这么便宜？小沈，你运气真好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运气好。小沈，这鱼做得好，你开餐馆，我给你当第1个 VIP 客户。谢谢他，谢谢妈。小沈，餐馆开业的时候，我给你写个牌匾。这太客气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妈，你认命吧，你这辈子是跑不掉啦。吃饭又暴力，妈，你管管你老婆。他管你，我管不了。厨房这里，灶台要放在靠窗的位置，通风好。招牌想好了吗？叫什么？鹿鸣小馆。好听，鹿鸣，诗经里的悠悠鹿鸣。妈，你这名字太文艺了，不如叫陆姐大排档，简单粗暴。不要，就要鹿鸣小馆。老板，装修报价单您看看。30万，都是这个价，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。露露，要不换便宜点的材料？不用，就这个，1分钱1分货。我爸昨晚给装修公司打了电话，说用最好的材料，价格压到最低，别让他知道。妈，
你这辈子是逃不出我爸的手掌心了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妈，你真棒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，妈，你签合同的样子特别帅，你夸我。上次你夸我是你把厨房的微波炉弄炸了，这次又弄炸什么了？我没弄炸东西，我就是……他就是心虚。萧晨，你是不是又偷偷给你爸通风报信了？我没有，我就是偶尔汇报一下进度。萧晨，妈，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我是关心你，怕你被人骗。你爸已经把我骗了，签了合同住进他家，现在还睡一个房间，我还能被骗到什么程度？被骗一辈子呗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去看看外面的招牌。爸，我妈签了装修合同，30万，她心疼的脸都绿了，但还是签了。你要不要给她报销？报。为财务部给鹿鸣小馆的装修款打一笔款，用公司的员工福利基金。肖总，员工福利基金的用途是员工配偶创业扶持，新加的条款，我说了算。终于快好了。招牌什么时候挂？明天。肖先生说牌匾写好就送过来。妈，有人送了这个来。30万！我的天，员工配偶？谁是你配偶？妈，我爸的员工福利真好啊，还有配偶扶持基金这种操作。肖林渊，他又来这套。妈，你就收着吧，他钱多，不花你身上也花别人身上，你希望他花别人身上？那不行，那不就结了？你闭嘴！肖林渊，装修款是你打的？不是，是公司福利。骗谁呢？公司福利写我名字。公司福利写配偶名字，合理合法。你给我等着。好的，晚上等你，我做红烧肉。肖总，你在干什么？做红烧肉。这叫红烧肉？这是炭烧肉吧？第一次做，不熟练。他第一次做菜，堪比原始人第一次使用工具。让开，看好了。你什么时候教我做菜？你想学？以后你忙餐馆，我可以帮你。他说要帮我。行，肖总日理万机，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动了。不过你还是别来了，我怕客人投诉。怎么样？比上次咸了一点，但比我自己做的强。你那个已经不是做菜了，是毁尸灭迹。会不会没人来啊？你自己看。妈，开业大吉！这是我爸订的18层花塔，从门口摆到马路对面了。18层，肖立渊，你疯了？不是订的，是供应商送的。供应商为什么要送花塔？因为他们想跟鹿鸣小馆合作。我一个小破餐馆，还没开业就有人想合作，骗谁呢？小沈，牌匾写的好不好？好，特别好，肖先生的字比印刷的还好看。以后餐馆有什么事儿跟爸说。爸？什么爸？肖先生自称是我爸，合同里也没写要附赠一对公婆啊。爸，你又吃辣，今晚别让我给你倒水。习惯了。你是习惯了吃我妈做的辣，还是习惯了被她辣？露露，外面又来了一桌客人，点名要吃你的辣椒炒肉。好，马上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公司不忙？顺路给你带了食材。
的天，澳洲和牛、黑松露、北海道海胆，这得多少钱？朋友送的，用不完。朋友送的？哪个朋友这么大方？他的朋友都是搞慈善的吗？真的是朋友送的？你不用，我就扔了。别扔，我留着做隐藏菜。好。对了，腾远集团下周有个客户答谢宴，想从你这里订餐，50份商务套餐。50份？我这才开业3天，你让我做50份？做不了，那我找别家。谁说我做不了？做，几点呀？这价格不对吧？公司福利，员工餐补高，1份380，50份就是19000。露露，你发财了！萧林渊，你到底是来帮我开餐馆的，还是来给我送钱的？这戒指戴了1周了，天天有人问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是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刻在一起。看什么？这上面刻了咱的名字啊。什么时候刻的？定做的时候。定做的时候？你特意定做的，不是随便买的。我送你的东西没有随便的。他特意定做的戒指刻了2个人的名字，合同上没写这条，合同上什么都没写。那他做这些是因为喜欢我？萧林渊，你是不是钱太多了没地方花？钱多花不完，你帮我花。他喜欢我，他一定是喜欢我。沈露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合同，不是顺便，不是朋友，是喜欢你。从高中到现在，你不用现在回答，我只是不想再瞒了。妈，你今天别急着走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店里还等着我备菜呢。今天中午，苏曼会来你店里找你。苏曼，她来干嘛？她来搞事情。她戴了一枚假戒指，跟你手上那枚一模一样。她会跟你说林渊送的，全世界只有2枚，一枚给你，一枚给我。你怎么知道她要说什么？妈，上辈子她就这么干的。她还会把戒指摘下来给你看，内壁刻着 SM&XLY。让你以为我爸也送了他一枚，其实那是他找工匠仿制的，花了8000块钱呢。我真想和这群有钱人拼了。妈，你上辈子就信了，跟我爸闹离婚，我爸后来气得撤掉了给苏家的投资，苏家本来就在资金链断裂边缘，这一撤直接崩了。离婚撤资，这小孩越说越离谱了。那他什么时候来？中午12点半左右。你到了店里别慌，他说什么你都别信，最好你先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，吓死他。要是你骗我，回来没收你游戏机，保证没骗你。萧晨，你说上辈子我和你爸离婚了？对，离婚后你带着我走了，我爸一个人过了好多年，所以我回来了。知道了，走了。萧晨说苏曼今天会来，真的假的？他要是真来了，那萧晨说的就是真的。那上辈子我和萧林月真的离婚了。露露，外面3号桌催菜了，辣椒炒肉好了没？好了，来了。他真的来了，萧晨说的是真的。就这，还以为开的多大呢。苏小姐，吃午饭吗？今天红烧肉不错。不吃，我来找你谈谈关于林渊的事。你是不是想说这是林渊送的，专门定制的，全世界只有2枚，一枚给我，一枚给了你，然后你会把戒指摘下来给我看，内壁刻着 SM&XLY， 让我以为林渊也送了你一枚，对吗？苏小姐，你这枚戒指是找人仿的，花了8000块，仿的还挺像，你真舍得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家那个商业项目资金链断了，要不是林渊一直投资，你们家早就垮了。你有这个时间来找我挑拨离间，不如先想想欠银行的债该怎么办。你等着，苏小姐慢走，下次来吃饭我请你，但你要是再来搞这些小动作，我只能让保安送你出去。萧晨说的全对，他真的来了，说的每一个字都跟萧晨复述的一模一样。露露，没事吧？
没事，继续干活。爸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怎么来了？不上学？我都穿越了，还上什么学？说正事儿。爸，今天中午，苏曼会去我妈店里。她去干什么？她仿了一枚假戒指，跟你送我妈那枚一模一样，骗我妈说你也送了她一枚，全世界只有2枚。你猜我妈上辈子信没信？信了。信了。她没问你，直接收拾行李带我走了。后来你查出来是苏曼搞的鬼，撤了苏家所有投资，苏家垮了。但我妈不知道，她不接你电话，不见你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她带着我去了别的城市，你一个人过了好多年。那她今天会信吗？我不知道，早晨我提前跟她说了。但是爸，苏曼那个人撒谎的本事一流，我怕我妈当面看到她拿出的戒指，还是会动摇。我现在去店里把苏曼拦在门外。不行，你去了我妈会觉得你心虚，更怀疑。而且苏曼那种人，你拦不住她，她总能找到机会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看着她再误会一次。爸，你坦白吧，今晚就坦白，把你暗恋她10年的事告诉她。好，今晚我跟她说。你终于想通了。爸，我妈其实很好追的。今天早点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不能微信说？很重要，当面说。爸，你这表情跟高中生要表白似的。你可以走。爸，加油！你回来了。什么事？这是什么？你忘了这是什么了吗？同学，别饿着，吃点吧。以后想吃，每天中午到烹饪教室来找我。这是我写的，是我写给他的。同学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你是不是没吃饭？脸色好差。不关你的事。给你，我今天烹饪课上做的糖醋排骨，老师说我做的太多，必须找个人吃掉，不然算我浪费食材。你帮帮忙呗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看起来最饿啊，下次饿了直接来找我，别蹲墙角跟收气包似的。我叫沈露，烹饪班的，记住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你那时候天天来，我每天都给你带饭。我骗你说烹饪课作业必须有人品尝，其实一周只有2节烹饪课，我给你带了100多题。126天，我都记着。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名字？你每次拿了饭就走，跟做贼似的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你就跑了。第1天你跑得太快，第2天我想说，但你放下饭盒就跑了。第3天下雨，你打着伞跑得更快。后来习惯了。肖林渊，你留了一个破饭盒10年，你什么都不说，你是哑巴吗？我怕说了你就不来了。什么？你那时候有那么多同学，有那么多朋友，我怕我说了你觉得我烦，连饭都不给了。我想至少能吃你做的饭，能吃1天是1天。我不怕等，我怕的是等到了，却发现你只是心软。肖林渊，你看清楚，我沈洛站在你面前，不是心软，不是可怜，不是因为饭盒，不是因为合同，是因为你，肖林渊，是因为你。苏曼的事我已经让律师处理了，他家的商业项目藤原撤资了。你这么狠？他欺负你就是欺负我，我不能忍。肖林渊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特别不会哄人？但是我喜欢，不用改了。不枉我穿越一趟。肖林渊，你到底在看什么？
看花园。花园在我脸上？最好看的花。傻子，不会躲啊？你喷的不躲。他最近怎么越来越会了？以前那个闷葫芦呢？被人调包了。吃饭了，今天做了辣椒炒肉。小沈啊，我跟你爸要去欧洲玩1个月，家里就交给你们了。1个月？这么久？你妈吵着要去，烦。你不想去，那我自己去。想去，做梦都想去。去吧，家里不用操心。小沈，妈走了，你们俩好好培养感情。那个主卧你们自己看着办，枕头该撤就撤，别客气。妈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走了。晨晨，拜拜。爷爷奶奶玩得开心。爸妈走了，主卧就剩我俩了，那个枕头还放不放？妈，爷爷奶奶走了，今晚你俩是不是该……闭嘴，上楼写作业去。我不用写作业，我是穿越的，作业早写完了。那你就去看电视，别在这碍事。行，我走，你们慢慢培养感情。反正我马上也要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你也要走？我掐指一算，距离我降临人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所以你们得抓紧时间。抓紧什么时间？你小子说什么呢？妈，我说真的，就最近吧。不对，应该是让我爸加油。肖总，您站这儿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对了，肖总，先生和太太走了，您今晚是自己睡还是？我还睡这儿。那我把床单换了吧，这套洗了，换套新的。您喜欢什么颜色的？深灰的还是藏青的？什么叫我喜欢的颜色？那是2个人的床，为什么要问我1个人？问他，他喜欢什么颜色？沈小姐喜欢暖色系的，她说米黄的看着暖和，那我换米黄的啦。肖总，那个枕头还放中间吗？我看之前一直摆着，是挡风的还是挡什么的？不用了。那行，那我收走了。肖总，沈小姐人挺好的，您别太端着了，该往前一步就往前一步。连王妈都看出来了，我端着吗？我没有端着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放下来。爸，你站那儿当门神呢？加油啊，门神爸！爸妈不在家，肖凌渊不回他的房间睡。枕头呢？我让王妈撤了，占地方。没有枕头了，可是我们中间怎么还像隔着什么东西？是空气吗？还是我太紧张了？沈露。收到了。收到什么？信号。昨晚是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装睡？没有，刚醒，正好抓到有人偷袭。我没有偷袭，我就是帮你看看脸上有没有蚊子。有蚊子吗？没有。那再找找，不着急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请假了。请假？你从来不请假的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想多陪你一会儿。妈，早饭好了吗？我饿了。爸，你今天怎么还没出门？今天不上班，早饭你来煮。我煮，我只会煮泡面。妈，你管管你老公。快走，别让小陈看到。妈，这家餐厅是我爸订的，靠窗位置，景观最好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在外面等。你等什么？你不一起吃？我是电灯泡，不适合出现。你们吃完了叫我，我去结账。不对，我爸结账。你订的？萧晨说应该约一次会。约会？这个词从萧总嘴里说出来，怎么这么奇怪？萧总，你约过会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那你怎么知道要订餐厅、靠窗、景观好？秘书帮忙查的，他说女生喜欢这样。他
还让秘书查怎么约会。萧凌渊，你追人的方式真的很费秘书。那你秘书有没有告诉你约会的时候要说什么？沈露，你今天很好看，不是今天，每天都好看，但今天特别好看。成了成了，万年铁树终于开花了。我们要不要下去走走？好。还是老样子，就是门口的煎饼摊没了。你以前放学经常买。你怎么知道？路过看到的。对了，你毕业那天是不是来过学校？来过。来干嘛？这是我？你毕业那天，你坐在台阶上系鞋带，我站在那棵梧桐树下站了20分钟，想上去跟你要联系方式。20分钟，看着我系鞋带，他就站了20分钟。那你最后要了吗？没有。你系完鞋带站起来，你妈来接你，你跑过去上了公交车走了，我连你的名字都没喊出口。萧凌渊，你是傻子吗？你就站在那里看着我走了？怕你觉得我烦，怕你要了联系方式回去就删掉。没想到身价1000亿的总裁还怕这怕那的。我不怕等，我怕的是等不到你。那你后来怎么找到我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打工？毕业之后我到处打听，问了你隔壁班的同学，问了你同桌，问了你们班主任，没人肯给我。然后呢？后来我开了公司，去城东的一个酒店吃饭，在厨房后门看到你。小沈，你过来。老板，什么事？你昨天上菜慢了，3号桌的客人等了20分钟，拍桌子骂人，这个月绩效扣200。老板，是厨房炒得慢，3号桌点了3个菜，厨师炒了半个小时，我一直在窗口等着，菜一出我就端过去了，1分钟都没耽误。我不管，客人不满意就是服务员的问题，你是端盘子的，菜慢了不知道催。我催了4、5遍，厨师骂我烦，让我滚。您可以去问。问什么问？我说扣就扣。还有，你今天打碎了一个碟子，是那个盘子是古瓷的，一套1800，单买一个算你100，赔100。一个盘子100块钱，老板，那个盘子我在网上查过，同款的一套才300，单买一个30块钱不到。你说30就30，酒店的东西采购价跟你在网上能一样吗？我说100就100，不想干可以走，后头排队的人多的是。那加班费呢？上周我加了3天班，每天多干4个小时，您说这个月一起结。加班费？小沈，你是刚出来打工的吧？餐饮行业都这样，哪有加班费？你出去问问哪家饭店给服务员算过加班费，能给你发工资就不错了。老板，劳动法规定。别跟我提劳动法，你签合同了吗？有社保吗？都没有吧？那就别跟我谈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走人。我不干了，工资结一下。你说不干就不干，这个月才干了20天，离职要提前1个月说，不然工资扣1半。那我干满30天，你把工资结了，不结的话我去劳动局投诉。行，你厉害，月底来拿钱，现在滚。老板，那个摔碎的盘子您从我工资里扣，但我劝你一句，对员工好一点，不然等哪天您的菜烧糊了，连个端盘子的人都没有。那个酒店是我毕业后的第1份工作，就是孙雅介绍我去的，我在那里干了半年，被扣了3个月工资。我那天在车里坐了很久，但我不敢进去，我怕你认出我，觉得丢人。后来我去问过你们饭店的大厨，他说你还想自己开饭店，所以你就找人雇我当私厨？我让助理打电话给你，说肖家别墅招私厨，工资是酒店的3倍。肖凌渊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？怕你觉得我可怜你，怕你觉得我施舍你，怕你来了发现老板是我，转身就走。肖凌渊，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你第一次来肖家面试，做了一道辣椒炒肉，我吃了，然后躲在书房里喝了2升水，
你当时还以为是家里漏水了。那是你在喝水？小林渊，还有，你第一天来上班，厨房里的那把刀是我专门找人定做的。你说过，好厨师要有一把好刀。怪不得那把刀我用着那么顺手。当时萧晨跑来你家喊你爸喊我妈的时候，我还想着你要是真把我开除了，我一定要把那把刀带走。说不定那天早晨我喊你签合同，你在和打档期道别。萧林渊，你这个人真的太讨厌了，什么事都做完了，什么都不说。你是想让我自己发现吗？我这么笨，我要发现到什么时候？不急，一辈子慢慢发现。萧林渊，你高中毕业那天要是要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我们现在孩子是不是都上小学啦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太紧张。你加了我微信，我可能3天不敢说话，然后你把我删了。也是，你那时候就是个闷葫芦。现在也是，只是对你变了一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萧林渊，你搞什么？我就是来送个饭。沈璐，我叫萧林渊，腾远集团 CEO， 身价1000亿，不近人情，不谈恋爱。但是从今天起，这些标签都不要了，因为我找到了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他是个厨师，做饭很好吃，脾气有点大，揍人的时候手很重。但是我喜欢他，喜欢了10年。沈璐，嫁给我，不是合同，不是演戏，是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。这是什么戒指？我手上不是有一枚了吗？那枚是合同戒指，这一枚不一样。这是你来我家别墅上班的时候，我用第一份工资买的。10年前，那时候我1个月工资3000块，我攒了3个月买了这枚金戒指，最素的款，最轻的克重，因为那时候的我只买得起这个。我想等到有资格站在你面前的那天，把它给你。后来公司越做越大，钱越来越多，戒指越换越大，但这枚我一直留着，因为他认识我最穷的时候，他也认识我最喜欢你的那天。那天是哪天？你蹲下来把饭盒塞给我的那天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辈子一定要娶到这个女孩，一个饿了10年终于等到你的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林渊，你跪那么久膝盖不疼吗？戒指拿来。那以后我岂不是要戴2枚？一枚提醒你我们是怎么开始的，一枚提醒你我们要走到哪里去。小林渊，你完了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妈，你这辣椒炒肉没有未来的你做的好吃。你这衣服怎么老是弄得皱巴巴的？回去之后记得自己挂好。还有，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别为了打游戏不吃早饭，要是胃疼了，看谁管你。妈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妈了。我本来就是你妈。爸妈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。说，你们以后可能会吵架，可能会因为小事闹别扭，但是你们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冷战，不要像上辈子那样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散了。不会了，这辈子不会。你回去之后要好好吃饭，别像你爸一样饿肚子不说。妈，你这话应该跟他说，他饿肚子的时候我又不在。也是。小陈，谢谢你回来。爸，你以后别装醉了，想亲就亲，我妈其实很好追的。知道了。妈，爸其实根本不吃辣，你炒菜的时候少放点辣椒。爸，你别老工作，多回家吃饭，我妈做的饭吃一顿少一顿。我先走了，等我来的时候你们要记得我，我会哭得很大声。他走了。他会回来的。你说他回去之后会不会又挨揍？不会，那边的你舍不得。露露，你最近心情很好啊，天天哼歌。有吗？有，自从肖总在公司求婚之后，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。1年了，肖林渊在公司求婚，全城都知道了。苏曼再也没出现过，爸妈偶尔来住几天。萧晨还没来，但快了。今天产检
我陪你去，等我。3个月了，这次是真的，不是合同，不是意外，是我们的孩子。小陈，你要来了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抖什么啊？没抖。沈璐家属，男孩，7斤2两。这孩子怎么不哭？这孩子怎么不哭？小陈，欢迎回来。他抓到你了，这辈子跑不掉了。肖林渊，你来厨房帮忙。员工配偶不参与厨房工作，新合同写的。你又拟合同了？不是说以后不拟合同了吗？拟了，这次是终身制，不能违约，不能辞职，不能单方面解除。条款呢？条款是每天做辣椒炒肉，不放辣椒。我叫沈璐，我是个厨子，我的老板身价1000亿，冷若冰霜，没想到一个饭盒让他记了10年，我居然就这样嫁给了暗恋我10年的人。晨晨，叫奶奶。这孩子怎么跟林渊小时候一模一样？沈璐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做的饭，谢谢你给我的饭盒，谢谢你回来。